为什么主打性价比的小米突然在高端市场上直接叫板行业大佬？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仔细看了数据，它的净利润连续超过特斯拉，50万以上纯电轿车它卖得最火。如今小米17更是直接叫板苹果17。有人说小米越来越贵了，已经不是那个物美价廉的小米了。也有人说同样都是有倍屏，小米直接比苹果便宜了4000块，怎么不算便宜呢？你觉得呢？小米是不忘初心，还是已经跻身高消费的行列？9月25号，雷军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带着神秘的小米17。我仔细研究了他们的动作，发现这根本不是常规升级，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贴身肉搏。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直接把新机命名为小米17跳过16，这明摆着就是要和 iPhone 17同台竞技，这可不是玩个名字游戏那么简单。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极强的心理暗示，小米在告诉所有人，我们现在和苹果是同一级别的选手了，我们敢在同一个赛道里拼速度，你认为我说的对不对？产品线上，小米这次学得很彻底，标准版、Pro Max 3款齐发，和苹果的产品矩阵一一对应。说实话，刚开始我觉得这有点抄作业的嫌疑，但后来我琢磨明白了，小米这招特别聪明，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覆盖你苹果站着的每一个价位段，让你潜在的消费者在换手机时，无论预算多少，都能在我小米这儿找它对应的选项。这野心不小，是想一口吃掉整个高端市场的换机需求，不给苹果留一点缝隙。你觉得事实是不是这样？再看定价，这才是小米的杀手锏。我对比了一下，小米17全系都比同档次的 iPhone 17便宜了2000块以上。雷军在发布会上说，小米17标准版相当于别家的 Pro 版。这话说的很有攻击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小米在用它最擅长的价格屠夫策略，但这次是挥刀砍向高端市场，这给苹果的定价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毕竟性能参数差不多，甚至某些地方还更强，价格却低了一大截。最终受益的是我们消费者能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配置上。小米这次对料是真狠，全球首发的3纳米芯片性能据说超越了苹果 A19 Pro， 电池容量快是苹果的2倍了，100W 的快充更是把苹果的 35W 远远甩在后面。 Pro 版上那个妙想倍屏，我觉得设计的很巧妙，就是冲着大家觉得苹果近几年创新放缓的这个点去的。你看苹果有灵动的，我做个更好的。说到这里，我得提出一个可能有点反直觉的观点，你们看小米这波操作，从命名到产品线好像都在模仿苹果，对吧？但在我看来，这种模仿恰恰是小米最高效的创新。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去冒险开辟一个完全没人走过的路，而是选择了苹果已经验证成功的模式，然后在这个成熟的赛道上用更极致的配置和更凶狠的定价去实现精准超车。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后发优势战术，降低了试错成本，把力气都花在了刀刃上。从市场结果看，这套激进策略确实开始见效了。数据显示，在6000元以上的高端市场，小米的份额涨得挺快，甚至在欧洲和东南亚份额都超过苹果了。这说明这套打法全球用户是认的。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当然，挑战巨大苹果的品牌号召力和用户忠诚度是小米短期内很难撼动的。平均售价的差距也很说明问题，苹果卖一台的利润，小米可能得卖好几台，品牌向上走的路还很长。但无论如何，小米这种敢于直接和苹果拼4刀的行为，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是好事。竞争越激烈，厂家就越得拼命搞创新，压价格，我们才能用上更好、更便宜的手机。所以，小米这场高端突围战，我看不仅仅是抢市场份额那么简单，它更代表着中国科技企业的一种新姿态，敢于在最高端的战场和国际巨头正面较量。你认为小米的体量如何？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次雷总的发布会不再是一边倒的夸赞，反而是从直播开始就充斥着大量的质疑声。这是怎么回事？从刷屏追捧到全网质疑，我记得特别清楚。小米 SU7 刚发布那会儿，真的是全网刷屏，雷总亲自站台，讲人车架全生态的故事，那种颠覆者的气场非常足。当时那个订单数据也确实吓人，18小时锁单24万辆，感觉整个汽车圈都被震动了。但问题随着车子真正交付到用户手里开始出现了。我印象很深的是2025年3月那次事故，一辆 SU7 高速碰撞后爆燃，造成人员伤亡。这件事在网上炸开了锅，大家开始疯狂讨论小米的支架系统到底靠不靠谱。紧接着5月份又出了个碳纤维、前舱盖的事件等，让大家对小米汽车产生了动摇。那段时间评论区都吵得不可开交，你在其中吗？从最初的颠覆行业到后来的营销翻车，这个口碑反转来得特别快。
我自己的感受是，小米之前做手机的那套互联网营销打法，在汽车这个领域确实遇到了挑战。大家买手机可能更看重参数和性价比，但买车不一样，安全、品控这些是底线，容不得半点含糊。当营销话术和实际体验出现差距的时候，用户的反弹会特别强烈。不过，如果我们抛开这些情绪化的争论，去看看小米公布的财务数据，会发现故事还有另外一面。这部分可能没有那么热闹，但却更能说明问题。首先让我惊讶的是小米的负债情况。到2025年第二季度，小米总负债是2287亿元，听起来很多，对不对？但它的负债率只有47%，比行业里50%至60%的安全线还要低。更重要的是，小米手上的现金储备高达2359亿元，比它的总负债还要多。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小米即使把所有欠的钱都还了，手里还有余粮。对比一些负债率超过65%、天天为资金链发愁的造车新势力，小米的这个财务底子确实厚实很多。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数据是毛利率。2025年第二季度，小米汽车业务的毛利率做到了26.4%，这个数字比特斯拉的17.2%和理想的19.8%都要高。而且，小米整个集团的净利润连续2个季度超过了特斯拉。这说明什么？说明小米汽车虽然投入巨大，但并不是在盲目烧钱。它的高端车型 SU7 Ultra 在50万以上的市场站稳了脚跟，卖得还不错。还有一个关键信息是，小米汽车业务的亏损在快速收窄。2025年第二季度经营亏损只有3个亿了，预计下半年就能实现单月盈利。这个速度比很多人预想的要快。我觉得这背后有2个原因，一方面是小米手机业务一直在赚钱，能给汽车业务持续输血。另一方面是小米的生态协同效应开始显现，研发和供应链的成本可以分摊到手机、汽车、智能家居等多个业务上。我的观察，为什么小米能扛过来？分析了这么多，我来说说我的个人看法。小米能够扛过这波信任危机，靠的不是公关技巧，而是实打实的财务健康和战略耐心。现在做车企的太多人沉迷于上热搜、搞营销，但小米似乎更看重资产负债表的质量。手里握着2359亿的现金，意味着即使遇到需要大规模召回这种极端情况，它也有能力应对，不会伤筋动骨。这种财务上的冗余度，其实就是最好的安全气囊。另外，尽管舆论场上争议不断，但小米在研发上的投入一点没有放松。2025年研发支出241亿元，北京工厂的产能也在持续扩大。这种用长期投入来回应短期质疑的做法，反而逐渐赢得了市场的信任。在我看来，小米汽车的这场舆论过山车，其实是每个从流量明星向实力派转型的企业都要经历的阵痛。最初的追捧可能来自于营销和情怀，但最终能够赢得尊重的还是产品力、财务健康和战略定力。小米汽车的这场逆袭，我觉得好戏还在后头，你赞不赞同？毕竟即使网络上不好的声音一大片，但是还是有不少的高科技人才争先恐后的想进入小米工作。小米也有自己的人才大战和未来布局，这些布局可能会决定小米未来5到10年的走向。我觉得小米这次的打法很有意思。首先来看小米的抢人战略，我翻看了小米2025年第二季度的财报，发现他们的单季研发投入已经达到了78亿元，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40%，全年研发投入的目标是3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基本上已经和华为这样的研发巨头在同一水平线上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钱花到哪里去了？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小米现在对顶尖人才的渴望程度可以说是饥渴。他们的研发团队规模已经超过2.2万人，其中芯片团队就有2500多人。汽车研发团队在1年内从1000人扩张到了4000人。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天才少年计划给 AI 和自动驾驶领域的应届生开出了56万的年薪，还提供每月1999元的青年公寓。这种抢人的力度，明显是在和华为等公司正面竞争。而且，小米的挖人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全球。他们从宝马挖来了 i 系列的设计主管，从特斯拉博士请来了资深工程师。我觉得这释放出一个信号，小米不再满足于做个跟随者，他们想要打造世界级的技术团队。那么投入这么多资源，小米到底在布局什么？我觉得主要在3个方向上有大动作。第一个是自研芯片，小米现在明显在从买芯片转向自己定义芯片，比如他们的玄界 O1 芯片已经可以在手机、汽车、平板上跨端使用。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成本。据说自研芯片让 SU7 Ultra 的电机成本比采购博士产品低了50%，这也是小米汽车毛利率能达到26.4%，超过特斯拉的重要原因。
据说他们计划在2026年量产5纳米车规级芯片，这是在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第二个是生态融合，小米在打造的人车家全生态正在显现出威力。澎湃 OS 2.0 现在能够将手机、汽车和智能家居设备的互联延迟降到8毫秒，比行业平均水平快了3倍。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数据。SU7 的用户中有超过一半原来是苹果手机用户，但买了车之后，平均每个人会额外购买 6.7 个小米的智能设备，带动了3万多的附加消费。你觉得这数据在同行业中如何？这种生态的粘性可能会成为小米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第三个是全球化布局，小米汽车计划在2027年进入欧洲市场。他们已经在慕尼黑建立了研发中心，聘请当地工程师针对欧洲路况优化、底盘调教。这种本地化研发先行的策略很聪明，不是简单地把国内产品卖到国外，而是真正考虑当地市场的需求。不过，小米的快速扩张也面临不少挑战。我听到一些业内人士反映，传统车企背景的工程师和互联网背景的团队在工作方式上经常有冲突。比如，有从吉利过来的工程师说，在传统车企要经过3轮路试。小米为了赶进度，可能只做1轮。这种文化融合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产品品质。另外，虽然小米整体盈利能力不错，但汽车业务目前还在亏损，第2季度亏了3个亿，而且全球市场的合规要求越来越复杂，比如欧洲的数据法规就很严格，这些都会增加成本和管理难度。总的来说，我觉得小米现在做的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们不仅仅是在卖手机、卖汽车，而是在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这场围绕人才和技术的投入，本质上是在争夺未来的行业定义权。如果这些布局能够成功，小米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家同时在硬科技和生态化2个维度上与国际巨头竞争的企业。当然，这条路肯定不容易，但至少从目前的投入和决心来看，小米是认真的。你觉得呢？